布林肯访华在即，美国连出3招，又想玩极限施压，中国手握杀手锏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布林肯访华前，先给中国一个下马威，中国可不吃这一套。布林肯要来访华的消息已经被外国媒体炒作了很久。与此同时，布林肯这次访华作为去年中美巴厘岛元首会晤的延伸，也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中美关系回暖的信号。只不过在我看来，中美之间的火药味从来都没有减少过。或许为了给布林肯铺路，这火药味是越来越浓。最近美国就连出3招，招招直冲要害。第一招，外交讹诈。美国声称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，证明部分中国企业在为俄罗斯提供援助，并要求中方对此作出交代。但实际上，中企在俄罗斯都是正常做生意，哪就谈得上援助呢？美国无非是以此为由头，想给中国打上支持战争的标签，方便外交讹诈罢了。第二招，军事压迫。近期，美国和北约高层密集访问韩国，承诺将与韩国进行更深入的军事合作，并再次保证了美韩同盟的牢不可破。虽然他们打的旗号都是针对朝核问题，但实际上恐怕是打算通过加强自己在韩国的军事存在，从而进一步遏制中国对外发展的步伐。第三招，科技封锁。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由来已久，但最近封锁的等级却有了明显跃升的趋势。一边联合日本、荷兰加强了高科技领域的封锁，禁止向中国出口 DUV 光刻机；另一边则是加强了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，打算全面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。这3招看似没有直接联系，但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。再结合时下的背景来看，显然就是美国在发挥他们谈判时的霸道恶习。在正式谈判之前，先无中生有，制造出各种麻烦来极限施压，等到正式谈判的时候，再把这些麻烦当作谈判的筹码，从而空手套白狼，什么都不要付出就能达到谈判目的。其实对付美国的杀手锏，中国早就握在手里，真正着急的其实是美国。美国现在动摇的最厉害的是它的美元霸权。美联储去年一次又一次的加息放水，以及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美元霸权的滥用，都是在透支美元的信用，也让美债越来越不值钱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在过去的1年，全球央行都掀起了抛售美债的热潮，但美国的债务规模可没有降下来，恰恰相反，又一次逼近了债务上限。长此以往，迟早有一天，美元美债都会变成一堆没人要的废纸，所谓的美元霸权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而失去了美元霸权的美国，可以想象它的下场是什么样的。美国自然不会看不出这一点，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能为他经济兜底的国家。而在如今全世界经济都在衰退的背景下，有能力为美国兜底的国家毫无疑问只有中国。美国财长耶伦1月急匆匆地跑到瑞士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会晤，通告上说是讨论了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，恐怕就是希望我们为他兜底，多买点美债，或者至少也不要继续抛售美债了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中国已经抛售了大约2000亿的美债，估计让美国相当难受。而我们手上还剩下8700亿美债，就是对现在的美国最合适的杀手锏。所以美国不要把中国给逼急了，否则你美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